2016年夏天，上赛季还在为保级而战的莱斯特城奇迹般的登顶英超，成为足球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冠军之一。就在莱斯特城举行英超奖杯的同一年，在不远处的芬兰，一场北欧版的莱斯特城奇迹也正在发生。2016年10月的一天，芬兰的维克勒夫控股体育场，工作人员正在手忙脚乱地加装临时座椅，这里是马里港俱乐部的主场。维克勒夫控股体育场启用于1932年，但是直到2005年，这座球场才第一次加装了灯光。2006年，能够容纳1600人的主看台才被启用。10年后的2016年，芬兰足球的最高荣誉就将在这座简陋的球场决出。在瑞典和芬兰之间的波罗的海上，零星分布着几个岛屿，它们的名字叫做奥兰群岛。奥兰群岛曾经是瑞典的一部分，岛上的居民说的都是瑞典语。1809年，由于战争失败，瑞典把当时属于自己领土的芬兰连同奥兰群岛一起割让给了俄国。1917年，芬兰从俄国取得独立时，奥兰群岛也一起脱离了俄国控制。尽管当时奥兰群岛渴望回到瑞典，但是在国际联盟的裁定下，最终成为了芬兰所属的一个自治区。奥兰群岛的首府名为马里港，名字来源于俄国皇后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由于她出生在德国，又被称为黑森达姆施塔特的玛丽。我们今天的主角马里港俱乐部就是来自这样一个用出生在德国的俄国人命名、讲着瑞典语的芬兰城市。马里港俱乐部历史非常悠久，上世纪30年代他们就开始组建足球队，参与各种赛事。不过由于马里港的人口只有不到 1.2 万，整个奥兰群岛也只有3万左右的人口，因此马里港俱乐部一直以业余球队的身份存在，长时间混迹于低级别联赛。2002年，一名叫做佩卡莱斯基的人成为了马里港的新任主帅，他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仅仅花了2年时间，他就带领着马里港连升2级，队史第一次晋级芬兰最高级别的芬超联赛。一支来自小岛的球队征战芬超有多困难呢？大部分时候，他们的预算不到其他球队的1/3，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花在前往客场的路上。由于预算有限，渡轮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前往最近的芬兰城市托尔库需要在波罗的海上漂泊6个小时，前往首都赫尔辛基则需要9个小时。若要前往其他城市，则需要再换乘长途汽车。一次客场旅行，他们经常要花费20多个小时在路上。2004年，马里港获得芬超资格，但是直到5年后的2009年，他们才终于成为了一支职业球队。每当他们踢出优异的战绩时，大城市球队或者国外球队总能轻松地以数倍的薪水挖走核心球员。留在芬超已经让马里港拼尽全力了。历经数年的浮沉，2015年，马里港迎来了队史最高光的时刻之一。他们在芬兰杯上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所有对手，爆冷夺得队史第一个全国冠军。但是赛季结束，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到来。执掌球队13载的传奇教练莱斯基选择退休。在他看来，芬兰杯冠军已经是这支小球队能够触摸到的极限了。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选择。包括主力门将奥索维尔塔宁和进攻核心福塞尔在内，多名关键球员被挖走，而他们却没有资金对阵容进行补充。唯一值得一提的引援就是从自由市场上签下了32岁的瑞典老将彼得洛维奇。助理教练伦贝里被提拔为主教练，他和芬兰前国脚卡里维尔塔宁组成了并不常见的双主帅模式，这是一次大胆的赌博。上赛季，马里港在12支球队中排名第6，在所有人看来，他们很难再复制这样的好成绩了。在芬兰当地媒体的季前预测中，甚至认为他们会在12支球队中排名垫底。而新赛季前3轮，他们将分别交手上赛季的前3名，这似乎也预示着这是个艰苦的赛季。联赛揭幕战，他们在客场0-2完败给首都球队赫尔辛基。在回程的渡轮上，马里港的队员们并没有很沮丧。输给预算是他们整整4倍的首都豪门，并不是个无法接受的结果。但是10轮过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支降级大热门居然排在了并列榜首的位置。尽管球队的功勋教练莱斯基退休，但是他依然给球队留下了巨大的遗产。他的儿子亚尼莱斯基就是在他任内被提拔，并且逐渐成长为球队的队长和后防核心。现在他希望证明自己并不是关系户，由他领衔的后防线在前10轮联赛中取得了惊人的8-4-0分，紧紧跟住赫尔辛基的步伐。双教练之一的伦贝里在老莱斯基手下担任了4年的助理教练，他沿袭了球队防守反击的打法，用全联赛第2低的控球率领跑联赛。另一位教练维尔塔宁作为芬兰前国脚，在芬兰足坛经营超过30年，能够给球队提供针对性的调整。独特的双教练模式碰撞出了火花。
夏天，他们最为倚仗的牙买加射手奥吉尔离队参加国家队比赛，马里港一度陷入了不胜怪圈。好在他们的对手赫尔辛基也因为分心欧战遭遇5轮不胜，冠军的悬念一直维持到赛季的最后时刻。联赛倒数第3轮，马里港再次做客赫尔辛基。赛前，马里港以1分的优势领先对手。这场比赛将是决定冠军最关键的一战。主队赫尔辛基全场占据优势，并且早早扣开了客队的球门。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赫尔辛基防线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失误，马里港前锋康加斯科卡抓住这次良机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就是马里港整个赛季的缩影，他们不断的积累一个又一个小的奇迹，最终汇成了一个巨大的奇迹。联赛最后一轮，马里港将在主场迎战伊尔维斯，只要获胜，他们就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锁定分超冠军。马里港的主场维克勒夫控股体育场拥有90多年的历史，直到2005年球队升上分超后才第一次安装了灯光，2006年才终于启用了能够容纳1639人的主看台。随着冠军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球场。在最后一个主场到来之前，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为体育场加装临时座椅，以应对汹涌而来的人群。最终4535名观众涌入了原本只能坐1600人的球场，也就是说，超过1/3的马里港居民前往现场见证了这场历史性的比赛。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了。比赛的过程出现了一点点波折，客队伊尔维斯一度扳平比分，但是马里港在第61分钟的制胜球还是将冠军留在了奥兰群岛。马里港创造奇迹的秘诀是什么？打进12球的最佳射手奥吉尔的回答可能会给我们答案。他说道：“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互相支持，这是一项伟大的团队工作，没有任何个人因素。每个赛季，马里港都要花费数百小时在海上，在往返的渡轮上有一个专属于球队的房间，没有任何一支芬兰球队像他们一样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待在一起，队友之间就像家人一样熟悉，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团队氛围。这或许就是马里港俱乐部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从马里港出发，到达最近的芬兰城市托尔库需要6个小时，但是到达瑞典城市卡普尔谢只需要2个半小时，再花费1个小时即可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那么奥兰群岛的球队可以加入瑞典联赛吗？答案是肯定的。例如位于小城莱姆兰的球队正在征战瑞典低级别联赛，面对减少一半海上旅程的机会，马里港为什么坚持舍近求远呢？1917年10月革命爆发，欧洲大陆暗流涌动，脱离俄国的奥兰群岛渴望加入瑞典。根据当时的公投结果，超过90%的岛民支持这一决定。但是当他们向瑞典政府求助时，仅仅得到了瑞典人空洞的口头关切，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二战期间，瑞典试图打破奥兰群岛非军事区地位的举动，也让奥兰人和瑞典渐行渐远。但是芬兰却给了奥兰足够的尊重，在政治和文化上赋予他们极高的自治权，他们可以只说瑞典语，保留瑞典文化，他们可以自行决定税率和移民政策，甚至可以免服兵役。苏芬战争时期，当芬兰和苏联打得异常惨烈时，奥兰群岛仍然像世外桃源般安宁。在漫长的岁月中，越来越多的奥兰人认为自己是讲瑞典语的芬兰人，而不是芬兰统治下的瑞典人，因为他们明白奥兰人和芬兰才是利益共同体。